男人偷了银子不承认，众人让他跪在木头观音前面发誓，而男人并不害怕，当着观音菩萨的面发誓自己没有偷钱。正当大家认为错怪他的时候，男人的腿突然失去了知觉，怎么站也站不起来了。男人此时有些慌了，没想到菩萨真的会显灵，于是就承认了自己偷钱的事实。一旁的女人见状，连忙跪在水流观音的面前，恳求菩萨能赐给她一个孩子，同时也保佑刷到这个视频点亮小红心的朋友们心想事成。评论区留下你的愿望，相信菩萨也会帮你实现。秦夫人回去之后就真的怀孕了，很快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0年，宝贵也已经长成了大人了，却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不仅在外面花天酒地，还瞒着父母借钱赌博。秦夫人对他这个宝贝儿子很是头疼，于是就来到水流观音的面前，恳求菩萨给他指示。菩萨变成一位算命婆婆，告诉他：你儿子虽然现在是富贵命，但是以后肯定会变成乞丐命。想要阻止这一切，就必须给他找一个现在是乞丐命，将来会变成富贵命的女孩做妻子。就这样，秦夫人在菩萨的指点下，找到了卖身葬母的阿鸾。秦夫人将阿鸾带回家，经过梳洗打扮后的阿鸾，样貌也变得清秀可人。秦夫人感觉和阿鸾很是投缘，于是就想要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宝贵啊，阿母吼，替你拣一个查囡仔足水的，要你做某呢。可是宝贵听了以后却不愿意，她表示自己不想结婚，更不想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睡在一起。见此情形，秦有谦直接放下狠话，要是宝贵不答应这门亲事，那么将来自己的财产就1分都不留给宝贵。宝贵无奈只好答应了。阿鸾知道宝贵并不喜欢自己，而且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看起来根本没有上进心，自己嫁给他肯定也不会幸福的。但毕竟秦夫人有恩于他，为了报答秦夫人的恩情，阿鸾只好牺牲自己的幸福。很快两人就到了成亲的日子，婚礼上宝贵十分不情愿的与阿鸾拜堂成亲。晚上，阿鸾坐在床边等待丈夫。宝贵喝得醉醺醺的走进来，他会答应成亲，完全是被逼无奈，并且警告阿鸾今后离自己远一点。随后却又跑出去赌钱了。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可是宝贵竟然在这个大喜之日跑到赌坊赌钱，并很快就输了个精光。正当他还要签字借钱时，管家却坏笑着走过来，表示宝贵已经把所有的财产都已经输给他了。随后他让玉凤拿着账本走了进来，宝贵这才明白，原来是管家他们串通起来故意设的圈套。我甲玉凤啊斗阵这么多年啊，是你家己唔知影啦。如今想明白也为时已晚，管家押着宝贵回到秦家，和秦有钱直接摊牌了。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输光了，视钱如命的秦有钱竟当场被气死。而秦宝贵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将一切的过错都算在了阿鸾的身上，觉得阿鸾是扫把星，不仅克死了自己的母亲，还克死了他的父亲。秦有钱死后，他们一家人就被管家赶到了郊外的一座破房子居住。而宝贵自从气死自己的亲爹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整天只想着怎样才能翻本。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阿鸾一人身上。秦夫人如今也是身患重病，她认为现在一切的报应都是因为当初老爷没有兑现要盖水流观音庙的誓言。阿鸾让母亲放心，将来自己如果有能力了，一定会为水流观音盖一座观音庙。阿鸾端着碗刚走出门外，就被宝贵拦住，让他赶紧拿出钱来，自己好去翻本。阿鸾表示没钱，宝贵就直接一巴掌上去，然后翻箱倒柜，在家里找到了仅剩的2枚银元。阿鸾死死抱住宝贵的腿，表示这钱是给母亲买药用的。可宝贵却不管这些，一脚把他踢开，跑去了赌坊。如今已经翻身的管家自然是瞧不起宝贵的，而这一次宝贵还是输了，但他还想接着赌，可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情急之下，宝贵竟然要用自己的老婆做赌注。管家听后惊呆了，宝贵表示自己要是输了，就把自己的老婆送给管家当丫鬟，反正自己跟阿鸾也没有感情，只要能再给自己一次赌的机会就行。而管家也答应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最后的结果也可想而知，随后管家带人找上了门，对阿鸾说：你这个没用的丈夫刚刚已经把你输给我了。秦夫人得知后更是被气得吐血。阿鸾苦苦哀求管家，希望能让他留下照顾母亲，再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会把钱还上的。如果现在就把他带走，那街坊四邻一定会说管家不通人情。管家思量过后，决定就给他3天时间，3天之后要是见不到钱，那就休怪自己不客气了。宝贵眼看风波已经过去了，于是就放心的去睡觉去了，留下母亲和阿鸾坐在门口。秦夫人不忍阿鸾受苦，于是就让他收拾东西赶紧离开这里。阿鸾放心不下母亲，说什么都不愿意走，秦夫人只好以死相逼，阿鸾只好哭着答应了他。宝贵得知阿鸾离家出走，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压根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3天时间已到，管家带人冲了进来，要宝贵把阿鸾交出来。得知阿鸾已经逃走，管家就命人把宝贵的腿打断了。秦夫人抱着儿子哭得肝肠寸断，她希望儿子能吸取这次的教训，可以诚心改过，今后也只剩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了。
秦夫人为了给儿子治腿，于是就到处借钱买药，而这时的宝贵却仍不知悔改，认为一切都是阿鸾的错。秦夫人恨铁不成钢，看来你真的如那个算命婆所说的，一辈子都是个乞丐命呀。听见这话，宝贵就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秦夫人就将当初在松竹林遇到算命婆婆的事情告诉了儿子，而宝贵这才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决定痛改前非，支撑起这个家。他来到外面想找份工作，可他如今瘸了腿，根本没有人会雇佣他。宝贵走着走着肚子就饿了，看到路边的一对母子正在吃东西，趁着女人不注意，宝贵就上去拿了一个馒头，可却被女人发现。当看到对方是当初的秦家少爷时，女人还不忘记嘲讽一番。想不到当初高高在上的秦少爷，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乞丐。像你这种气死亲爹的败家子，我就算是喂狗也不会给你吃。说完就将馒头扔到了地上。宝贵捡起地上的馒头，一边憎恨自己没用，一边发愁今后的生活。正当他还在怀疑自己命运的时候，他看到村民们正朝自己家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喊救火。一想到母亲还在家里，宝贵连忙冲回家去，却迎面看到了母亲被村长扶了过来。原来秦夫人因为担心自己儿子外出，所以就想跟出来看看。没想到他刚出来，房子就着火了。如今房子也没了，母子二人只好风餐露宿。宝贵也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就来到了松竹林，想要偷拿水流观音的祭品回去给母亲吃。观音菩萨看见如今的宝贵，也不禁感慨，本来是一位阔少爷，如今却沦落为乞丐，看来一切都是命呀。一番交流后，宝贵得知面前的婆婆就是当初预测自己命运的算命婆，于是就恳求她能帮帮自己。菩萨告诉他，想要改变现在的乞丐命，那就要找到离家出走的阿鸾，只有阿鸾才能改变你的命运。说完，菩萨就消失不见了。怎料这时阿鸾竟然走了过来，他带着丫鬟前来祭拜水流观音，却在一旁发现了衣衫褴褛的宝贵。而宝贵自知无颜面对妻子，于是就仓皇而逃。原来当初阿鸾离开以后，就跑到了大户人家当丫鬟。没想到这家的老夫人和阿鸾非常的投缘，于是便将阿鸾收作义女。从此阿鸾就走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但是她依旧闷闷不乐，心里头一直挂念着丈夫和婆婆。老夫人得知后就四处帮忙打听，才得知宝贵如今流浪在外，成了乞丐。于是阿鸾就想要帮助宝贵，她特意将铜板包进馒头里，然后让丫鬟布施给宝贵。阿鸾担心自己特地为宝贵制作的馒头会被其他人抢走，于是就一直跟在他后面。结果宝贵吃了一口，嫌馒头太硬，竟然跟路边的小孩换了番薯吃。后来他才发现馒头里竟然都是铜板，心里不禁开始怀疑，难道这一切都是阿鸾做的吗？而此时阿鸾也终于现身。曾经他对阿鸾那么坏，可是阿鸾对他依然如此有情。他终于感觉到两人之间的重要性。阿鸾带着宝贵来到义母面前，老夫人看到他们夫妻团圆也很高兴，但是当他看到宝贵如此落魄的模样，也非常于心不忍，所以便拿出一些黄金送给夫妻俩，让他们做些小生意。后来夫妻俩就和母亲一起开了一间布庄，在水流观音的保佑下，阿鸾和宝贵的布庄生意也越来越好，并且阿鸾还怀上了宝贵的孩子，看样子很快也就要临盆了。村长带领村民们纷纷来祝贺宝贵的布庄开业。看着村民们的礼物，秦夫人表示他们太客气了。村长笑着说：“大嫂啊，你真是太有福气了，如今开了这么大一间店，儿媳妇还那么孝顺，实在是太好命了。”而秦夫人知道，他们这一家能有今日的成就，全都是水流观音的保佑。水流观音的传奇在阿鸾和宝贵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而阿鸾和秦夫人也很守信用，一直在为盖观音庙的事情奔波。就这样，松竹寺也在村民的帮助之下，终于建成了。从此，水流观音的故事便这样代代流传了下去。好了，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想看更多有趣故事，点个关注不迷路。咱们下个视频再见。